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万众瞩目的 Uniqlo U 系列终于上新了。这次的联名款呢是以 Future Layers 为主题，依然由 La Mer 的主理人 Christopher La Mer 和 Sarah 操刀，灵感呢来源于北海的深邃蓝色，强调自然静谧的氛围感，而且呢很实穿。那我第一时间呢就冲到店里面去买了。这次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上半身，其中呢有几件针织衫我特别的喜欢，包括我身上这一件，还有呢就是我寻寻觅觅好久的风衣。这次没想到 U 系列里面也出了一件，让我太爱了。那今天迫不及待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嘛。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件针织衫了。那我选它呢，最主要是因为这个针织纹理感很有特色。常见的针织衫呢都是竖的坑条纹，但是这件并不是的哦，它是有曲线变化的，很有意思。你看，包括衣服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这种不同的针织结构呢，让表面不会单调，光线下显出纹理和阴影，整体质感更丰富，而且跟市场上很多常见的竖直的竖条纹针织衫呢都能够区分开来。30%的美利诺羊毛混纺，手感还是不错的，绝对对得起49美金的价格。我呢特别喜欢这个暗灰色，其实呢它带着一点点蓝调，要比普通的灰色呢更特别，市场上很少见到。这里我要特别夸奖一下 U 系列的配色，因为我之前几季都买了，每一季的配色呢看上去好像都很普通，但是呢在其他的品牌都很少能够找得到。到底是 La Mer 的主理人调出来的颜色，就是那种很难说清楚，很暧昧，但是又很高级内敛的颜色，又很好搭配。那这一次呢，这一件暗灰色针织衫也不例外。穿在身上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高雅，而且不容易撞色，有自己的个性。搭配同色系哑光纽扣，细节呢也做得很好。修身版型，一开始我还挺担心会显胖的，但是呢其实并不会，因为羊毛混纺的弹性，穿起来呢不会太紧绷，可以单穿。当然了，我更喜欢的是叠穿。内搭呢就是我最近新入的这件 COS 的蓝色高领衫，浅蓝色和暗灰色颜色有递进，搭配在一起就很和谐了。针织衫呢完全把纽扣打开，就像一件小外套一样。搭配 Moco 的牛仔裤，再加一双白色的桑巴鞋，就是一套简约利落的秋季穿搭。最后别忘了加一个 Mango 的长项链，能够拉长脖颈线条，更显瘦。项链的吊坠呢有一定的重量，很适合秋冬天搭配厚重的衣服。我之前也刚刚开箱给大家分享过，45美金啊，朋友们，大家赶紧去抢。当然了，你也可以把所有的纽扣都系上，我呢更喜欢上下纽扣都稍微留几粒不扣上。那上面呢就是一个很优雅的小翻领，下面形成倒 Y 字，会更加的显瘦，露出内里的浅蓝色，很有层次感。也可以把顶部的纽扣全部都系上，那立刻就变身一件高领毛衣了，更保暖。那开衫的好处呢就在于这里，可以通过纽扣做出不同的造型，等于买了一件衣服有很多种不同的穿法，所以我最近特别喜欢买开衫，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模特呢还有一种穿搭思路我也很喜欢，他在这件高领衫外面呢加了一个圆领的针织，记得要把我这件高领衫的纽扣呢全部扣起来，就像一个小高领一样。下次呢我也准备这样试试看。第二件呢也是一件针织衫，不过这件呢是一个半拉链的设计啊。我呢很喜欢这个颜色，虽然官方名字叫 Dark Brown， 但其实是灰棕色的，既高级又不沉闷，很优雅知性。而且这件衣服呢，你仔细看，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纯色，而是有深深浅浅不同的纱线交织在一起，这样呢就不会显得单调和沉闷啦。这件衣服呢看似简单，其实做了双层的设计。外层是美利诺羊毛混纺，所以看上去质感很好，有那种羊毛细腻的绒感。而内层呢，则是棉质混纺，有一点点绒感的。很多卫衣的内里呢，就是这样的面料，所以你贴身穿呢会很舒服。49美金的衣服能做得那么考究，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那这件衣服的亮点呢，就是这个半拉链设计了，可以把拉链全部敞开，就有一点像 polo 衫，更休闲一点。而且呢，这样会形成一个 V 字，显得脸更小。领口呢是螺纹设计的，很耐穿，而且还有一点点像海军领，蛮减龄的。拉上之后呢，就变成了高领，很保暖，等于又是买了一件有2种不同穿法。下摆呢是宽边螺纹编织，让针织衫更耐穿，不容易坏。版型宽松，但是不会太大，长度呢也不会太长，也不会压身高，很适合亚洲女生的身材。我呢随便内搭找了一件白背心，这样叠穿呢会更有层次感。裤子呢则是我新入的 COS， 大家应该也刚刚看我开箱过，颜色和针织衫的颜色呢有一点点接近，全身同色系搭配会更加显高、显瘦、显高级。包包呢也是我最近刚刚分享过的，来自 Rabianco， 深棕色和全身顺色。包身上面的明线呢，让包包不会太沉闷，恰到好处点亮造型。包型呢是现在最火的 East West 造型，蛮复古有腔调的。搭配的鞋子呢，则是我穿了很久很久的桑巴，也是棕色系的，上面的白色3道杠增加亮点，不会太沉闷。这一套呢，作为内搭也非常的合适。我找出了穿了很久的 Fabric 的这件格纹西装，搭配在一起天衣无缝。既保暖又不臃肿，配色呢层层递进。对了，今年秋冬呢格纹特别的火，尤其是西装外套，可以试试看买格纹，复古又时髦。当然外套呢还可以改成其他款式啊，比如说这件棕色长风衣。不瞒大家说，今年秋冬以来呢，我就疯狂的想买一件棕色长风衣，但是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这次居然 Uniqlo U 里面有一件棕色长风衣，简直有一种挖到大宝藏的快感。这一件呢，我们下一个部分会详细说细节，大家就先看一下上身效果是不是又帅又有型。这个时候呢，包包可以换一个驼色款，这样颜色能够跳脱出来。这个呢是我最近一直在背的 Moonshaft， 也是好用不贵的款式哦。包身上面自带的弧线随性慵懒，配色百搭实用，而且肩带很长，穿厚外套也是背得上去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接着就是这件风衣了，我太喜欢了，真的是买到它真是做梦都在笑。我太爱这个深棕色了，今年秋冬特别流行这种深棕色，时髦又很有秋天的氛围感，而且很好搭配衣服。另外这件风衣很轻便，穿起来不累，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喜欢。这件风衣的价格是有一点点贵的，149美金，但是呢确实质感很好，诚不我欺。长款设计，长度呢大概超过我的膝盖左右，走路带风，非常的潇洒。单排纽，纽扣是同色系的哑光棕色，高级又显得干净利落。布料的表面呢做了防水处理，稍微下一点小雨呢问题也不大。衣领后面有一个黑色的帽子，这样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戴上。不过一般来说呢，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帽子，所以呢可以把它收纳起来。你看就这样，两边的扣子解开，塞进去就可以了，绝对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设计呢就很方便实用了，旅行的时候还能带它简单下个小雨问题也不大。侧面呢有2根很长的拉链，拉开之后呢，走路可以步子迈得更大，但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啦。腰带呢是整件风衣里面我最不喜欢的部分，它呢是比较细一点的腰带，偏运动休闲感，而不是普通风衣那种宽腰带。不过呢，好在我日常也不用这种腰带，所以也无所谓。再加上毕竟价格和定位放在那里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它设计这样的腰带。袖子这里有一个暗扣，把它按上去之后呢，袖子的宽度就会变窄。那一方面呢可以防风，那另一方面呢显得整个袖子更有立体造型感。我内搭的就是浅蓝色的衬衫和白背心，都是衣橱里面穿了很多年的单品。成熟大气的棕色和清新的浅蓝色能够互相平衡，搭配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
记得加一根棕色皮带哦，能够增加层次感。这根皮带呢，也是我最近的新宠，来自 Massimo Dutti， 是我找了好久才终于找到的一根棕色真皮皮带，银色方头，质感极好，而且皮质也很好。这一条皮带大家一定要买哦，真的很好用。再接着一件呢，就是这件圆领的针织衫了，也是$49，我就纯好奇啊，优衣库这个成本怎么可以控制的这么好？那这一件呢，其实它的面料跟前面那一件半拉链的是有点像的，它呢也是双层的结构，表面呢是羊毛混纺的，内里呢则是棉质混纺，所以有一点点像卫衣那种感觉。那你贴身穿又很舒服，但是表面看呢还挺高级的。我这款呢是 natural 色，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的米白色哦。仔细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夹杂在一起，好像还有一点点驼色混在里面。那这样的混纺呢，能够形成独特的肌理感，比起常见的纯色针织衫呢，视觉效果会更加的丰富耐看。圆领设计，再加上面料和版型，上身呢有一点点像卫衣的感觉，所以比起常见的针织衫呢，会更有运动感，不会那么的老气。袖口、领口和下摆是一圈针织纹理，能够增加立体感。相对比较短的版型，而且腰部呢做了一些收腰，就能够形成腰线，不用担心塞进下装里面会鼓出来。整体穿上确实有一点点像卫衣，对吧？还挺减龄的。这件衣服呢，它整体来说面料还是比较薄的，再加上颜色呢也比较浅。如果内搭再加一件衬衫呢，就不会太好看，我已经试过了。所以呢，我就在外面加了这根 Mango 的长项链，增加层次感，不会显得单调。那至于长裤呢，我搭配的就是这条我穿了很多次的 COS 的深棕色阔腿裤了，大家可千万不要看烦了，但是真的很好搭配。再加上 Rebianco 这个棕色的 East West 包包，这样一套呢就很大方了，优雅不老气，还加入了一点点运动休闲感。外面呢还可以加上之前那件棕色风衣啊。内搭的米白色能够点亮全身，让棕色系穿搭呢也不会变得那么的沉闷。外套呢还可以试试看换一件棕色的西装，这件呢是我新入的 COS，literally 昨天才刚刚收到，羊毛混纺，面料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件西装呢跟我这条裤子是一套哦，但是当时我没有买西装，后来呢越看越喜欢，这2天没忍住就下单了。那我下次单独再给大家做一期 COS 开箱吧，来说说我最近入的一些好东西。最后一件呢是全棉的衬衫，其实买这件呢我本来就没有想着要单穿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领口啊等等，感觉呢更加适合叠穿，所以我就盲买试一下给大家看。这件呢，我故意买的是中号，会更加合身一点。对了，前面几件我买的都是大号，因为这件我要做内搭嘛，所以买中号会更加服帖一点。100%全棉，面料还是不错的。衣领的尺寸呢比较大，很大气，适合叠穿。版型偏短，而且腰身这里呢是有收腰设计。我觉得这件真的就是天选内搭衬衫了，各种细节都是为了方便我们叠穿用的。我就叠穿了身上这一件高领针织衫就不错，衬衫领口呢全部扣好，外面的针织衫的领口就有一点点像小翻领，这样呢更文艺。衬衫的下摆不会太长，正好能够露出一道边边，这样穿呢也比较有层次感，还很保暖，相当满意。衬衫是$39，也真是良心价了。好了，一口气分享了 U 系列这5件衣服，不知道大家喜欢其中的哪一件呢？其实呢，整体来说，我觉得优衣库的 U 系列呢，版型、质量还有配色都是相当不错的，还是蛮值得入的。但是大家应该也感觉到，我其实不太喜欢优衣库搭配优衣库，因为我觉得要把优衣库穿好看的秘诀，
就是不要同一个品牌全部堆在一起啊。那适当的去搭配一些其他品牌的衣服，或者搭配一些稍微有一点点贵价的包包啊，或者鞋子啊等等，或者是配饰啊，那 mix and match 就能够穿出自己的风格。而且优衣库嘛，毕竟价位也是比较亲民的，那这样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钱包呢不会那么的受罪。好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